大家好，欢迎来到会员专享的北欧老吴炒美股周末漫谈。又到周末了，很高兴能够跟会员朋友们一起来做周末的一个复盘。刚刚过去的这周呢，我的频道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说你经常跟踪我的频道的话，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变化，尤其是在更新的频率上。之所以做出这些变化的原因是，首先是我也是比较了我的频道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频道，也是做财经博主的一些，尤其是做一些技术分析的一些博主的一些频道，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当然，做的时间长短是有区别的，对吧？我的频道才做了1年半，那很多人其他的人的频道都做了好多年了。但是这个观看量以及订阅量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尤其是这个观看的，当然订阅的人少，观看的自然就少，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对目前的这个结果呢并不满意，那么我也想做出一些改变，看一下能不能够带来更多的订阅和观看，对吧？这也是很正常的，毕竟我想把这个频道做好，那么我就需要付出更多，那么现在就会做出一些调整。这个频道如果想坚持下去的话，呃，如果说你观察过很多做财经博主的话，每天都有新的财经博主出来，也有很多老的财经博主死去。你要去观察的话，你要是经常看这些财经博客的话，对吧？所以说想坚持下去并不容易的，尤其是这个财经博主最明显的就是你说的东西，第二天我就能验证。对吧？你分析，你是做技术分析的，你说那么一个东西，你说这个股票它的这个技术面的，你给分析完了，然后第二天它的结果跟你的这个走势刚好相反，那我如果作为一个观看者，我不可能。如果说几次下来之后你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不可能再看你的这个博客，对不对？因为我是浪费时间的，你说的这些都不能落地，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也看了一些其他的财经博主的一些博客，我真的是，如果说你用的那个技术分析不是用的缠论的话，我真的是1分钟都看不下去，说的那些东西没有办法落地，那巴巴的小嘴是挺能说的，当然了。可能我个人的说话技巧还需要提高吧。然后呢，PPT 做的也没有那么好看，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讲的这个东西跟他们那个比，这个，干货特别多，每天的干货都特别多，但是看的人真的是少啊，呃，其他人的每天几万个观看量，确实也挺羡慕嫉妒吧，真的是有一些羡慕嫉妒，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观看量，但是我1分钟都看不下去，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儿。那么既然有那么多人观看，肯定也说明了我的问题，我这里肯定是也有问题，所以说我也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反思，想做出一些变化。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在之后的一些更新有哪些变化。主要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以后的那个盘前解盘呢，我都放在了每周二和每周四。那么这是作为股票分析，然后分析的标的只是分析这个标普指数了。我以后的这个分析只分析标普指数，其他的个股的话，在盘前解盘的时候就不分析了，我只分析标普指数，在礼拜二和礼拜四。如果说想分析，如果说你是会员也好，不论你是不是会员，或者说你还是其他的频道里的朋友问个股的话，那么我就放在了周五。但是呢，这个时间我也没有办法固定在周五，就是可能是这个周五有，下一个周五就不一定有，会在周四的时候提前说一下，对吧？那么如果说周五有的话，我会在周四说一下，预告一下。你如果说不论你是会员还是频道的里面的其他朋友，如果说想问个股的话，那你就请你来这个周五的这个直播，对吧？其他的平时的快评的话，我是不分析其他个股了。即使出财报的时候，我也不再分析任何的财报的一些分析了。还有就是说，这个好处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解盘的这个视频的时间控制的很短。因为通过后台的数据，我发现啊，大家看的那个时间特别短，
比如说我做一个20分钟的视频，大家可能只看5、6分钟或7、8分钟，时间看的特别短。所以说我做那么长的视频没有意义啊，大家都不看，我不是浪费时间嘛，对吧？浪费我的时间也浪费你们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毕竟不是双赢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去干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要那个缩减时间，这样的话我就只能分析标普指数在周二和周四，然后新加的东西就是周一和周三，我会新加一些吃喝玩乐跟生活相关的一些视频。当然了，这个我还在准备过程中。那么从下周开始的话，还是不会上线的，我还在准备过程中。什么时候上线，那就大家就上线了你就知道了，对吧？上线了你就知道上线了。那么没有上线之前的话，我就在准备过程中。毕竟我在这个标题里面也好，或者在我的那个个人的介绍里面都说了，我是在北欧的一个博主。那么大家可能来过欧洲的，也比较多，因为我这个频道面对的朋友的话，主要还是在北美那边，就是美国、加拿大是主要的那个频道的里面的观看的人数。观看量最大的还是美国观看量最大，基本占一半。那么加拿大的话，可能能有10%左右，其他的可能能够占到其他的那些。所以说，主要的还是北美的朋友们。那么可能大家来，欧洲也来过，对吧？那么来这里旅游，但是可能来北欧的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这个北欧的一个博主的分享的一些跟生活更相关的一些东西的视频，能够让大家对北欧也产生一些兴趣，然后也可以来北欧来旅游，对吧？那么毕竟炒股嘛，也只不过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对吧？你不炒股了，还是要生活的。我们炒股的最终目的也不过就是想让生活变得好一点嘛，对吧？吃好点儿，喝好点儿，玩好点儿，不就是为了这些吗？所以说，炒不炒股都要生活的。那么可能以后，即使我不分享这些股票的这些东西了，可能我还要，比如说年纪更大了，退休了，对吧？我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些跟生活相关的视频的。所以说，希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在我的频道里面。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每周六有这个周末复盘，对吧？但是呢，周六的这个复盘呢，这个周末漫谈只是这个会员专享限免的，就是说，你如果说加入了会员的话，那么你可以看最新的这些周末的这些复盘。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加入会员也没有问题，那只是看一些过期的，就是3个月之后的，对吧？那么这个会员专享的这些视频，3个月之后的话，我都会分享给所有人看。你也可以不加入不加入这个会员，对吧？1个月1美元会员费，1美元，你出去吃个饭，你给小费，你给多少钱呢？对不对？1美元你掉地下你都不一定捡。所以说不是为了赚什么钱，只不过就是呃结个缘分，说白了就是结个缘分。那么你如果不想花这1美元1个月的话，没有关系啊，对吧？你这我还是要那个每周六的话，还是把其他之前的一些视频分享给大家，这也没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里要说一下，就是这个直播，就是这个每周五的一个直播。那么直播如果说现在的这个会员人数还没到100，如果说人数能够在100以上的话，那么这个直播如果说来的会员比较多的话，那我就会改成这个会员专享直播。所以说，超过100人以上吧，现在的会员差不多能够在30左右。所以说100以上的话，我可能以后的直播就只能给会员专享了。那么其他个股，那我也没有办法分析了。所以说很多时候还要那个看自己的，自己把理论学习好了，你什么股票都能分析，对吧？然后就是这个周日，那么这个周日的话，这个只是给会员朋友们专享的。好的，这是我在下周以及之后我的频道出现的一些变化，跟大家做一下通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周末复盘了。那么在这里跟以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些禅师的原文，或者说是课后的一些回复，以及呢我在实战中的一些交易也好，经验的一些分享。看一下我今天选的这个。我今天选的这个呢是第49课，利润率最大的操作模式的课后回复。课后回复里面的那个宝藏特别多，因为
在它原文中没有涉及到的东西，它都会在课后回复中给回复到。尤其啊，当时在禅师在写这个博文的时候啊，有很多的那个人跟我们一样，每天都在跟踪禅师的这些博文，然后问很多问题。那么他问的这些问题特别有针对性。就是尤其是针对这一课非常有针对性，所以说那个问题特别好。我把这些问题拿出来了，给到我们现在学禅论的这些新朋友来一起一起学习一下，那么它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一下这个朋友问的问题，他说600601，这当然问的是 A 股了，对吧？这只您怎么看？总感觉要向上突破，但总又上不去，很是困惑。我们很多朋友，很多新手也好，不论你是新手老手，炒了好多年，都会有这种比较容易这么想，对吧？感觉哎呀，这个图形要涨了，但是又不去，你这是在干什么呢？就很纳闷儿，对吧？其实就是在做一个类似一个中枢震荡。如果说看图形的话，我们看一下禅师是怎么说的。禅师曰：“禅师说。”这种思维方式是错的。首先，禅师就把你这种想法给否定了，对吧？这种思维方式首先就是错误的。不要为市场的选择而烦恼，市场怎么选都是对的，而是要依据市场的选择及时反应。股票是要有耐心的。今天的文章已经写得很清楚。如果你技术合格，可以用激进的第二种方式。这种就无需等待盘整，否则就必须忍耐盘整。这个激进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只做3买。如果说你要去看一下第49课原文的话，激进的方式就是只选择3买。你弄一个股票池，你从你的那个几千只股票、几千只美股里面，你选，利用你的那个操作周期。首先要定你的操作周期，这是最重要的。你比如说你是操作日线的，甚至操作60分钟、30分钟都可以，对吧？每一个周期都可以。然后呢，利用你操作的周期，然后去找那些股票，建立一个股票池。然后呢，这些股票都有可能要出现3买了，或者是3卖。如果说你喜欢做空的话，也没有问题，对吧？所以说建立这么一个股票池就是一个激进方式，你不停的换股。这个3买做完了之后，做另外一个股票的3买，不停的换，不停的轮换。这样的话，从你的股票池里面去选择就可以了。这是比较激进的方法。为什么说是激进呢？因为这种方法的话，对你的个人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首先，你要能够判断出来这是不是3买，对吧？很有可能你买进去了，因为3买它可以向下继续延续的呀。比如说，有一个图形，有一个中枢，这是有一个上涨，然后上去了，它有一段回落，对吧？你这个位置你判断它是3买了，你进去了，没想到它又一个延续，又拉回到中枢来了，你这样就被套在里面了，对吧？所以说，你如果说你的技术水平不够的话，你去判断这个3买。成功率并不高，那你这样的话，这个还是比较难的，对吧？这个要求对你个人的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是比较激进的。那么它也是不去长期做一只股票，需要来回跳来跳去的，对吧？这样的话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你的操作越多，或者说你跳来跳去的话，你的这个出错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说它这个还是确实是比较难，也比较激进。如果技术好一点，可以利用盘整去降低成本，先把思维方式改一下，市场走势没什么可指责的，对吧？你技术好，然后呢，利用盘整去降低成本，禅师在这里又再次强调了那个成本的重要性，对吧？你学禅论，如果说不去掌握成本，不去每时每刻都要考虑到你的持仓成本的话，那你就没学过禅论，你就没学会禅论，你就没学好禅论。禅论最终讲的就是你的成本，晓得了吧？最终的就是你的成本，一定要把你的成本降到低，降到最低零负。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不去为市场的震荡、市场的每天那点波动而烦恼。你涨也好，跌也好，我不亏钱，你又能怎样呢？对不对？你退市了，我也不亏钱，你退去呗，对不对？你只要能够处于一个不败之地的话，市场涨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唯一的就是不要亏本金，对吧？你可以把你的利润可能亏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最终的就是你的本金不要亏本金。如果说那股市里面真有什么交易那个法则也好，或者需要什么遵守的，就是不要亏本金。那么
我们继续看，这是我给大家选的这个第一段，看看其他的回复。路人问：婵姐姐，请教一下，站在大级别的牛市的前提下，我们降低成本与赚取更多筹码，是否可以更激进些？比如现在看好某几只或某只股票，现在开始有机会就先赚筹码，赚它个 N 多，然后等到该股票价格翻到一定程度时，再抛掉50%或者80%等，这样做是不是盈利更快？另外，在底部赚筹码，成本也低一些，毕竟我是小散，投入股市的钱也不会，上千万，更不会上亿，不会筹码赚着赚着赚成大股东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散户朋友的那个有这么一个问题，对吧？因为我们在这个操作股票的时候啊，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该卖，什么时候该抛。那么我们看一下禅师是怎么说的。禅师说，开始先降成本，成本低了，持有的心态自然好。操作不可能把基础放在假设上，而是无论任何情况都可以自如应对，对吧？又提到了成本，你只有成本低了，你的持仓心态才好。打个比方，现在英伟达涨到了1000多了，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在周五1000追进去的，和你的成本是500，你说你们两个人的那个心态谁的好？这个比喻可稍微有点极端了，但是就是这么回事啊，对吧？如果说那个持仓成本是500的个人，然后他是50%的仓位，你那个持仓成本是1000的人，你可能20%的那个仓位，因为高了嘛，你觉得高了，你没进太多，进了20%的仓位。但是呢，那个持仓成本在500那个人，他的仓位是50%，然后下周跌个10%，你说你们俩谁的那个心态好？这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儿吗？对不对？虽然说那个成本在500的那个人的那个仓位是50%，相比较你20%可能大很多。但是我心态反而比你好，下跌的时候我心态反而比你好，那你说这玩意儿对不对？这不是那个说句不好听的，傻子都知道，肯定是那个500的人心态更好了，对吧？一定要抓根本，我们学缠论一定要抓根本。我们再看，还有一个篇幅比较多的，我放在了另外一个 PPT 上。路人问。禅主好，您终于来了。今天的问题希望没有难到你。我想让您分析600198大腾电信，关于盘面之外的东西。这不是14之理，希望您知无不言，不赐吝教。不吝赐教 ，sorry， 不赐吝教，不吝赐教啊，不吝赐教，谢了。那么。为什么说14只呢？因为当时呢，禅师在博客上他其实是他讲过自己操作的那个一些股票，这就是其中有14只。那么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当年他操作过的那些股票。然后这位朋友问的是关于盘面之外的东西。其实啊，我们散户很多时候关注的也是一样，对吧？今天英伟达又出了什么消息，又什么拆股了，又是什么内部人员卖股票了，又是什么那个大股东这那的，可能是英伟达还好一些。那你要是放到特斯拉身上就更有意思了，对吧？那就是盘面的东西就更多了，每天的那个消息哦，今天马斯克抽大烟了，抽大麻了，明天马斯克跟那个谷歌的前妻那个有外遇了，后天马斯克对这个持股的比率那个低于20%，觉得那个不爽，他想要股东给他20%以上股份，要不然的话他就把那个什么 AI 啊，或者说跟机器人相关的开发就不放在特斯拉这个公司身上了，对不对？那股票那之外的消息太多了，满天飞啊！你不忙的，你忙死你！你如果说天天关注这些东西的话，好多那些发现那些那个财经的那个博客，天天就读个新闻，或者说读一个财报，那玩意儿需要你读吗？那明明白白放在那儿了，对不对？而且禅师也说过，你小散户你研究什么个那个基本面，或者说研究什么个财报啊？你那研究能力你能超过人家基金吗？你超过得过人家有一个大团队在后面的研究吗？
你小散户根本没必要研究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那个操作都是基于3个方面：基本面、比价关系，还有那个技术面。基本面和比价关系这个东西，它不是每天都在变化呀，对不对？你打个比方，即使是特斯拉这种的话，它的基本面、它的财报也不是每天都在变化，它可能1个季度变化一下，或者说1个月可能有一些变化，它也不是每天都在变。对不对？还有比价关系，比价关系是什么呢？很多人不了解比价关系。比价关系是你这个公司在你这个行业的位置，比如说特斯拉，你在这个行业你是不是龙头？你的那个行业的老二，比如说好多人现在拿那个比亚迪跟那个特斯拉比较，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一个赛道的呀。特斯拉除了卖电动车以外，它最重要的不是电动车呀，好多人搞不明白特斯拉的那个价值，它最重要的是那个无人驾驶啊 ，FSD，这玩意儿才是最重要的，才是它核心的。好多人老拿这个特斯拉那些什么那些魏小李呀什么玩意儿来比较，人家特斯拉说白了，马斯克是降维打击你，都不屑跟你们那个竞争，对吧？随便给你出点招，你立马就没法接了。所以说，你让散户去分析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其实是很难的。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知识，你根本分析不出来呀。你分析那些东西，可能反而是错的。你越分析越错，晓得了吧？你越分析可能越错的，因为你没有专业知识，你怎么可能分析得出来基本面和技术那个比价关系呢？那怎么做呢？这样其实很简单。因为那些基金他们是需要做的呀，那些基金他们需要花大钱去做基本面研究、比价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利用那些基金的选股，你就可以去找那些比如说打个比方特斯拉或者说英伟达，你看他那些基金。那么多基金大量持股的情况下，那你基本面和比价关系他们已经做好研究了，不需要你去研究了。这些那个公司的基本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是说短线，比如说半年1年的，它肯定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么这种你放心炒就好了。但是呢，随便给你拿来一个什么 GameStop、AMC，什么那些小散户特别爱炒那玩意儿，那基金都不往里进。傻呵呵的小散户一看，哎呦，今天涨20%，明天又蹦个多少，我就往里冲了。你这不傻吗？你基金都他妈的不往里进，你往里冲，嫌你那个比别人聪明是吧？你比那些基金那些里面那些那个藤校出来的人聪明是吧？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很多人就一进了股市之后，感觉好像是就2个眼睛就蒙住了一样，什么都看不到，哎，就能看到涨跌。我们看一下禅师对这个的回复怎么说的。禅师说：“这不就是本案例所说的那种故意玩伎俩的股票，追高就没必要了。这种股票要买就在公布坏消息前后买，拉起来就算了。你看到没有？禅师怎么说？在坏消息公布前后，坏消息出来并不是坏事，反而要根据图形。没准坏消息出来之后，反而是一个买入的机会呢。因为这个大唐电信呢。”他这个当时禅师回复的时候，这个图形我已经找不到了，所以说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其他禅友、其他同道的朋友他们做的这些功课，我拿了一个图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大唐电信。这是在雪球上微宝细读禅论的一个图形分享，那么我们拿来之后借鉴一下，但是版权的话是在他微宝身上，所以说我们是借用一下，拿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图形。那么这个图形的话是日线图形，然后这是在这个这个朋友问这个图形的这个时间点。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那个缠论分析的话，其实是很简单的。如果说你要做这个票的话，这就是潜在的一个，我把这个换一个颜色。如果说这是一买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的日线的话，这就是一笔上嘛。那么现在这个高点的话，这2个高点，我们算这高点是后面这个高点高啊。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高点是高的，这个里是一买的话，这个高点直接一笔的杀到这里，那么相当于它的次级别是有背驰了，对吧？是1、2、3，甚至是一个1、2、3、4，这里有中枢了，然后上去就在1小时上是有中枢的，但是在这个日线上的话，就是一笔上到这个位置，它的内部是有结构的，然后后期这段是有背驰了。内部也比较饱满了，有进入段，有中枢，然后有离开，对吧？所以说它结束了。那么它在这个下跌过程中，可能公布一些坏的消息，
然后什么来打压这个股票。其实啊，很多这个类似那个很多投行那些分析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很多股票啊，它在涨的过程中，或者说到了一个某关键的位置，哎，那些投行的那个分析师就蹦出来了，哎呦，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给它降级，对吧？然后那个多少多少，然后开盘之后，那股票哗哗就往下下。我操作的股票里面很多都有这样的。我当然了，我除了操作美股以外，也有我们那个当地的股票，很多碰到这样的。我一看，哎呦，今天开盘之前我一看消息，他又给降级了。我说太好了，这些傻逼投行的这些分析师又给降级了，我又有机会往里进了，我又可以做差价了，我成本又可以降低了，对不对？股价下来不是坏事，你要根据图形来分析，不是说那些投行的人降级了，这个股票这个公司就不能搞了，对吧？所以说，如果说那些投行那些人真厉害的话，他为什么要去卖嘴呢？投行那些分析师除了会卖嘴，他如果说真厉害的话，你有能耐去市场里面自己操作去啊，对不对？为什么要去卖嘴呢？对不对？但是当然了，不管他们那个是卖嘴也好，也是为了吃口饭嘛，对吧？也是为了混口饭，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不论你是投行的分析师，还是投行的大股东，还是巴菲特，还是美联储，还是美国政府，你都不过是市场交易的一部分，你都不过是这个市场合力的一部分，你都不过是这个市场的一个分力。晓得了吧？我不管你是什么分力，我只关注的是市场最终的表达。最终的表达，那么在这个图形上，这里是一买，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二买。它的内部又有结构了。我们看它内部，你看它下来的时候，它不是一下子下来，它是下上下上下，看到没有？如果说我们有更细微的图形的话，它的小周期上是有5段下来的，起码说小周期上是有一个5浪下来的。那么这个位置你可不可以尝试进一下？二买呀，潜在的二买，对不对？所以说消息下来，或者说投行降级下来，并不是什么坏事。很多人天天关心这些消息，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你要怎么利用它，就是一回事了。不是说这些消息没有用，而是你怎么去解读它，对吧？很多人到了这些位置，为什么有人进去买，有的人进去卖呢？对吧？我希望大家来看我视频的人，不要成为在这个位置去卖的人，或者说不要在这个位置去割肉的人，不要在这个位置去做空的人。对不对？跌下来永远是找位置进场做多，而不是去割肉，而不是去做空，而不是去追空。一定要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思维。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禅师的这个客户回复。那么回到我们这个其他时间做复盘的时候，那个看一下下周要出的这些，因为下周啊要比较重要很多那个经济数据，尤其是周五的这个 PCE 数据。但是周一呢是美国是假期是休市的，那么看周二有一些什么消费的信心指数。周四的话有 GDP 数据，又有就业数据，还有个原油数据。原油的话，你如果炒油的话，可能是现在也比较郁闷，对吧？因为油价，不管你是有那些地缘政治啊，又是什么战争啊，它油价上不去，这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说，你要是炒油的话，也需要关注一下这个原油数据。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周五了 ，PCE 数据跟这个通胀息息相关的，对吧？所以说这个 PCE 数据是最重要的。那么能够让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话，周四周五。周四的话，因为有就业数据，又有 GDP 数据，相对来说波动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下周的话，重要的就是周四周五。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标普的这个复盘了。看一下这个大周期，现在这个大周期是月线。那么在月线上的话，我们看，我们是上一周做复盘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了，现在月线上是一个又出新高了，它没有那个顶分型，对吧？无论任何的转折，你都需要有顶分型啊，任何的转折都要有顶分型，或者说底分型，在底部的话，没有顶分型，底分型之前你看都不用看它。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是月线的话，因为没有顶分型，它就不会出现转折，那你就不会出现进场或者出场的动作，那你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对不对？所以说没有出现顶分型之前，那么本月的话，5月份还有那个之后还有1周的交易时间，所以说又有 PCE 的数据，那么就关注一下本月这根 K 线能收成什么样。它不可能，当然了，
我现在说不可能，就是一个预测了。那最坏的就是收成一个十字星啊，收成一个十字星，对吧？更坏的就是收成一个上影线特别长的一个 K 线，然后下影线比较小，然后 K 线的实体也比较小，这是比较坏的。这是就关注一下本月要收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大周期上的话，它是一个从底下这么一个大中枢上来的时候，它还是一个1、2、3、4、5，也是一个五浪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大月线上的一个大五浪。我们看一下月线上那个大五浪它的次级别，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也就是它的周线上一个进入段，我们这个都分析的很多次了，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进入段构成周线的中枢，然后离开，对吧？它左右的这个结构是复制的，这个我之前也说过，就从3491这里分隔的话，它左右的结构是复制出来的，看到没有？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结束；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对吧？但之所以这段离开的原因，我们现在也可以看一下复盘，做一下为什么当时这段结束了。我们看一下这个，首先比较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任何的图形都一样。你不要觉得我现在只分析指数，或者说在之后的每天跟踪的时候只分析指数，大家好像觉得没有办法学习了。其实刚好相反，我分析的每次在做分析的时候都是分析的方法，我都是分享的方法。我想让大家学的是我的分析方法。你只要学会了这个方法，你任何的股票、任何的周期你都可以套用。都可以用的，所以说学的是方法，而不是学我现在分析什么个股。你看，我们把这个其他图形，我把其他的线给它清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清晰的我把这个均线也给它去掉，我们就看最后这段为什么转折了。那么这样的话，你做其他股票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的。好的，当时在这个2022年10月份的时候，就这个低点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位置转折了呢？技术上我们看等比例在哪儿，是不是一目了然吗？进入段、离开段，等比例在3621。那么到了3621这里，它开始出现几根 K 线开始出现叫什么玩意儿？它开始出现包含关系了，你发现没有？或者说出现了这个盘整，就开始横着走了。你一旦发现这根 K 线开始横着走的时候，你看前期这里的时候都是每一个都出现一个新低往下走，对吧？然后到了这个等比例的位置的时候，开始横着走了，你发现没有？意味着它的次级别开始有中枢了呀。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简单的办法，如果说这个 K 线超过3根有这个包含关系，或者说有能够找到它们有重合的地方的话，说明它的次级别是有中枢的，或者说次级别有中枢，不一定是次级别，有的时候是次级别，你需要往下看。那么这里就是出现了3根 K 线，这里有重合的部分了，然后又在这个3621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等比例的位置出现这么个位置，然后又给到了你的这个周线底分型了。你说你要是有这些技术分析的手段，你这个位置进不进？我就问你，当下这个位置你进不进？你即使不敢进太多，你是不是要尝试一下呀？即使是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下跌，这么快速，当时其实这段跌的是很吓人的，又跌的又凶又猛啊！这段就是这几周跌的是，尤其是这2、3周是跌的非常凶的，尤其这3周跌的是很怕人的，很吓人的，因为它速度特别快，但是给到了我们这么明显的一个技术的位置，然后它的MACD 又背驰了，看一下 MACD， 再看前面这的 MACD， 你看 MACD 的面积，柱子的面积跟前面的面积明显短了，然后快慢线，再看快慢线，快慢线的位置跟前面这段下来的这个快慢线还没有前面的低。股价出现了新低，但是快慢线没有出现新低，也被持了，双被持，然后又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你说当下这个位置你敢不敢进吧？我就问你，现在问你在问这，你如果说这个位置现在问你还不敢进的话，说明或者说你不敢进一些仓位的话，说明你的技术分析没有用。我们技术分析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技术分析的目的就是要做仓位调整，对吧？你到了这个位置都不敢进场做多，那你仓位不敢进，你仓位进不去，你就没有办法做到盈利啊。仓位是你出叫什么去赚钱也好，或去盈利的唯一手段呢，
你仓位进不去，上涨了根本跟你没关系。虽然说下跌也跟你没关系，但是你来市场不就为了赚钱吗？你赚不到钱，你仓位进不去，那你天天在这搭功夫看热闹看戏呢，对不对？所以说，既然做出了技术分析了，又到了这么个位置，你即使做错了，你也要尝试啊。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位置你即使做错了，你也应该尝试，你起码下一次。你起码错的话，也只有50%的概率啊，对不对？你赌场可能赌场的话，可能比赌场的概率稍微大一点。所以说，即使做错的话，这种位置也应该尝试。你不敢进太多的仓位，那就少进一点嘛。我之前也给大家回复的时候，也说过，你不熟练的时候，你就把你的仓位降低一点，级别放大一点，对吧？你不熟练的时候，当然是要稍微谨慎一点操作了。你又不熟练，又不熟悉，然后又贪心，对不对？又想一把赚个大的，就一把给你来一个暴富，那你天天抱着这种心态，你在市场里面，你不就是勤等着死吗？说句不好听的，对不对？所以说，分析的目的还是为了最终还是为了操作。那么这个再分析一下右面这段。这是右面这段，为什么它没有结束呢？对不对？左面这段出现结束了，那右面这段为什么没结束呢？我们看一下原因。这是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一模一样的结构，对吧？那我们也比较一下这个的进入段跟离开段，就是说你比较背驰的时候或比较力度的时候，你只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中枢的组件是不比较的，或者说我只比较单边的那段。晓得了吧？我只比较的单边，那么进入段跟离开段，它往往是一个单边的状态。所以说我们比较的，你一定要知道比较哪段。很多人不知道比较什么玩意儿。这个中枢内部是不需要比较的，而是比较进入跟离开的力度。那么现在已经冲到哪儿了呢？都已经到 1.618 了，没有背驰，对吧？没有背驰当然可以一直涨了，没有背驰说明它的内部的动能强啊，对吧？当然了。即使是说到 1.68， 它可不可以回调？当然可以。它内部如果说结构够饱满、够充分了，当然也可以出现回调了。既然现在市场选择没有回调，继续往上冲，那就往上冲嘛。如果说再往上走呢，好多人想让我预测一下那个上面的空间在哪，我怎么可能预测得到呢？我就说白了，在3491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知道它要涨到5264或者5000以上呢？当时在3400的时候。当时在3400的时候，有人说它能涨到5000以上，你会相信这个人说的吗？你不论是谁，即使禅师当时告诉我的话，我可能说这人疯了吧。我现在3400，你告诉我它能涨到5000，你这人疯了吧，对吧？大家第一的反应肯定都是这样，大家的反应也没有错呀，没有人知道能涨到哪儿，没有人能够知道能够涨到哪儿，而且预测是毫无意义的。对吧？你从3400的时候，你不可能预测到5000，那就跟随市场嘛。市场选择到5000，那就是市场选择到了。那么市场选择不到5000，那就是市场没选择到5000。你有什么可预测的呢？预测有什么意义吗？对不对？那么往上走，你如果说非要找位置的话，你就用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呗。2.618能不能行？3.618能不能行？4.236能不能行？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能到哪儿。你要这样要知道的位置的话，你就用黄金分割的这些。潜在的这些可能的这些位置去辅助判断一下。那么周线上现在还是没有出现顶纹型，这里是出现过顶纹型，但是回撤不够比，出现过顶纹型，但是连回撤都没有，对吧？出现顶纹型，但是也可以是一个中继的，也可以是被打掉。你即使是像前期这里跌了跌了3周，4根 K 线跌了3周，也没出现那个一笔的回撤，那么也没有出现一笔的回撤，就是从4103上涨的延续，然后现在。本周收了一根十字星，看到没有？本周是收了一个十字星的一个 K 线，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如果说下周因为这个PCE 的数据刺激，给你打下来，给你出现了一个周的顶纹型，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因为禅师说过，这个顶纹型啊，类似一个刹车。如果说发现上涨的过程中出现刹车了，然后你的涨的速度有那个减弱的话，说明这个刹车系统是管用的。如果说出现顶纹型涨得越来越快，那么说明这个顶纹型就没有什么作用，对吧？或者作用比较小。那么这已经是1次、2次，如果再出现就第3次出现顶纹型了。那么1次刹不住车，2次刹不住，
那么第3次就看它能不能刹住。刹住的话，那么周线上如果出现一笔回踩的话，那么我们立刻要看一下在周线上意味着什么。那么周线上我们有中枢啊，对吧？你有回撤了没有关系，那就看跟这个中枢的位置哦。回不来中枢还是300，我还可以上去。回到中枢那就是中枢震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不是说到了中枢内部我开始那个要开始怎样要割肉啊怎样，而是出现顶分型的时候你就要应对了，不是说杀到中枢里面你才应对，或者说都跌了他妈的跌到了0.618了0.5了你才开始应对，那都晚到哪儿去了，对吧？我们是在刚刚有苗头的时候我们就要应对，而不是说我下来了我才应对，晓得了吧？出现顶分型了我们就开始减仓了呀。你这里出现顶分型，你减仓没有问题呀，因为你的次级别能够买回来的呀，对不对？不是说你卖了就不让你买了，卖错比买错好，买错比卖错严重，晓得了吧？宁可卖错，不要买错，因为什么呢？你卖错了的话，你能够卖错股票之后，你股票变成了钱，你可以再拿这些钱再可以去进入其他的股票，你还可以再赚钱。但是买错就不一样了，你一旦买错的话，这个位置你一旦买错了，或者说前面这里你一旦买错了，它又继续往下，你就套在里面了。如果就是你又不想割肉的话，又不想止损的话，你就要忍受这些下跌呀。所以说卖错了，买错比卖错严重，就在这里面，对吧？出现顶分型了，我应一下怎么了？没有关系啊，你没有下来。即使说你在次级别没买回来也没有关系，你还有底仓的呀。我们又不是全仓操作。如果说你的每一笔操作都是全仓进出的话，那你不需要看我的视频，因为我的视频不适合你。我讲的是我用的方法，我每次做的解盘都是我要用的方法，我在用的方法。你说这个方法不对，那说明不适合你，没有什么对错区分，对吧？适合我的就是好的，那么适合你自己的就是好的。那么你的方法并不适合其他人，并不能说明大家不能说啊，这件衣服你穿的好看，穿在别人身上不好看，然后大家就说你这衣服不好，那你这不是杠精吗？对不对？那么在顶分型没出现之前的话，也不需要太担心。我们现在继续看一下4103涨到5341次级别。这就是我们每天解盘的跟踪的4103、12345，对吧？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五浪上涨。如果说你用波浪的话，我为什么很多时候要结合波浪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用缠论的话，12345比可能有的时候说的不太清楚，或者说如果说用波浪的话，因为波浪里面就是12345基本上这个浪形啊，如果说是推动浪的话，基本上就结束了，对吧？因为在缠论里面的话是没有这种说五浪就结束，或者五笔之后就没有说结束那个说法，它可以是1234567或者89。缠论里面是有7浪衰竭和9浪衰竭这个模型，但是在波浪里面是没有7和9的。所以说为什么但是在大周期里面，一般五浪基本上结束的概率就是比较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是结合波浪和缠论的原因，其实是想从侧面告诉大家，如果说是第5浪了，就别往里追了，有可能要结束了，尾浪了，晓得了吧？不是说是其实是有含义的。你如果说每天在听我的解盘，或者说你知道的多一点的话，我一说五浪，缠论一说那个波浪的五浪，哎，你知道的人就知道，哎，那就是尾浪了呀。我这个位置是应该谨慎，如果说做多的话，我就应该谨慎一点了，不应该那个仓位往里那个特别大的往里追了，甚至是应该考虑是不是要减一点了，因为出现五浪之后，它后面是一个 ABC 的一个回调啊。如果说你用波浪理论的话，一个五浪上去之后跟随的是一个 ABC 回调啊，对不对？那在缠论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看它的回调的那个方式，如果说回来之后，这里其实是形成中枢了，形成中枢之后，这个位置还是一个结构买点。我一直说结构买点，结构买点。什么是结构买点？结构买点就是构成中枢之后的这个买点。构成中枢之后，它可以从这个位置选择离开，甚至是可以继续震。这个位置也是结构买点，这个位置是结构买点，这个位置还是结构买点，这个位置也可以打开打上去，或者说继续震，然后从这个位置上再上去。这个位置还是结构买点。如果说这个位置是1买的话，这是2买、2买、2买、2买，所有的都是2买。只要你不离开这个中枢，都是2买，打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当下
这个位置的当下，这个位置的当下，这个位置的当下，你不知道哪一笔上去，这个位置可能，这个位置也可能，这个位置还可能，那你怎么办呢？每一个位置出现这个位置都要去操作。那么前面的话，就是在真正打出去那笔出来之前的话，前面都是中枢震荡，你要做的就是中枢震荡。这个位置买了，发现力度上去不够的话，要卖掉，回来接着买，上去继续卖，再回来继续买。哎，这次上你发现，哎，次级别力度上来了。我如果说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的话，你这段你发现次级别力度不对呀，次级别力度太大了，上去之后没有减弱的迹象，我肯定不卖了呀，因为这段就有可能打出去了，晓得了吧？单边你要分辨出来，现在是要在做单边还是在做中枢震荡，因为单边策略和中枢震荡策略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什么时候应该做震荡，什么时候应该做单边，你不要搞混了，因为两个策略是不一样的。好的，那么的话，再回到这个第五浪，那么又看一下它，因为在日线上现在是有顶分型了，因为这是哪天？我们看一下，这是5月23号周四，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高开低走，在当天我是做过解盘的，我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了。如果说当天你还往里追的话，那么你没必要看我的解盘，对吧？我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了，那么这种情况你还往里追的话，或者说你应该多学习一点然后再去操作，可能更好一点，对你的收益来说可能更好一点。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然后在昨天周五又有一些数据的支持，又往回又回来了。那么在日线上的话是有顶分型的，它现在这个位置结束就开始回撤，没有问题的，晓得了吧？如果说出现回撤，你也可以从这个最低点用黄金分割看一下到什么位置，然后出现结构买点，跟我刚才分析的那些一样，任何位置都可以上去。所以说你不能够预测，那就每次回来都要做多一点，上去再减。如果说力度减弱，我们看一下这个4953到5341这段的次级别，因为这个次级别也是我们每天都在跟踪的，之前是每天跟踪，但是之后的话只能是周二和周四跟踪了。那么我们看一下次级别，4953构成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上去力度非常强，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它打出去之后，你发现它这个次级别非常强，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的时候就非常明显了。你看啊，它这里是以跳空缺口的那个方式往上走，两个跳空缺口，立刻这个力度就不一样，你立刻就能感觉出来它这个力度是强的。怎么强，对不对？什么叫强？什么叫弱？这就是强啊！跳空缺口是最强的走势，看到没有？都是跳空缺口。跳空缺口是最强的走势，你一定要注意了。跳空缺口在技术分析里面是有重大意义的。你一旦发现有跳空缺口往上走的话，那说明现在这个如果说是上涨的话，那说明上涨的动能是强的。你想要做空或者说那个减仓的话，都可以稍微等一等。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日线上分析，它这个很强的一段上去了，然后在这里构成了第二个中枢。然后在那个周四这个上冲的时候，我当时已经说了，它这个已经是第二个中枢了，你别往里冲了，对吧？下面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都已经第二个中枢了，第一个中枢往里冲还没有大问题，你第二个中枢再往里冲的话，那你不就往里被套吗？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操作错了的话，去看一下自己的操作的上的问题，找一下自己的原因，对吧？市场的任何选择都是正确的，任何的错误都是自己的问题。跟其他的博主也好，跟我也好，跟其他任何的博客的博主，或者跟你父母、跟你同事、跟你老婆、跟你爱人都没有任何关系。你只要出错了，那这问题就在你身上，好吧？所以说，多找找自己身上的问题，可能比去抱怨、比去那个发泄情绪可能更好一些。所以说，到了第二个中枢还往里追啊、追高啊，还要怎样的话，那都是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就是第二个中枢之后，我们就要关注它是继续中枢震荡呢，还是能够出现一个小三脉之后走反向？因为在日线上已经是第五浪了，我们现在随时关注的就是这里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反向走势。如果说以5341作为一个分隔的一个分割点的话，就是反向走势的起跌点，也就是反向的 A0点的话，那么这里如果说给到一个反向中枢的话，你就要注意了。那么甚至这里可以打离开往下走，那么出现一个三脉，那么基本上就决定了这里要回撤一笔。其实跟我们前期这里是一模一样的呀。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也说过的，
如果说你去看一下我当时在这里的复盘的话，一个中枢，两个中枢，一个三段离开，然后在这个位置现在甚至出现了第三个中枢，这是一个三段上涨的一个趋势上，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天天在说，你去看一下我当时在这段的复盘，就说这我们当时就说了，这个位置随时可以做一个转折的，不应该在这里追了，而是说等待一个回撤的时候一个再进，对吧？那么不论它是一个3笔的回撤，还是一个5段的回撤，还是一个带中枢的一个回撤，是盘整下也好，还是趋势下都可以。它最终的选择，我们看一下，最终选择的是一个盘整下，这就是复盘的好处，这就是复盘的好处。一个带一个中枢，一个三脉，盘整下，对吧？因为盘整和趋势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一个中枢就是盘整，两个中枢的话就是趋势。那么他选择了一个盘整下，盘整下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1小时上测一下，当时回撤了多少？到了0.5，回撤到了4980，对不对？还是一个强啊。我们说过，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不是什么魔法的位置，你说到不到哪个位置，没有人知道。到了哪些位置的话，只是告诉我们强弱的强弱区别。0.5以上的话都是多头强，如果说砸到0.618的话，可能是空头强了。你要做多的话，你就要谨慎一点了。但是要到0.5，甚至在0.5和0.618之间的话，你都可以去做多。那么这也是它市场的一个选择，然后又涨上去，又新高了，对吧？回撤不是坏事啊，回撤不是坏事，对不对？所以说，每天的波动是让你去能够找机会把你的持仓成本降低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这个，而不是说啊跌了就开始恐慌，开始割肉，开始杀跌，开始追空，对不对？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现在又到了这么个位置了，又是第二个中枢了。如果说也是跟前面一样的一个选择的话，那么这里也是无论是3段、5段还是什么盘整下、趋势下都可以。我不知道市场怎么选，没有人知道。我们能做的就是跟踪市场的选择。什么时候那个能知道是3和5呢？这个我在之前直播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它第3段当中告诉你，如果说3是一个弱的背驰了，哎，出现盘整背驰了，可能3段就结束了。如果说3是这样的话，你说能结束吗？肯定有4和5啊，对不对？然后出现4和5之后，如果说这个反弹很强，那5就结束了呀，然后走反向。如果说这个5很弱，出现5之后，然后这个反弹很弱，然后再继续下来，那就形成中枢了呀，对不对？你是没有办法知道是3还是5还是盘整还是趋势的，只能是跟踪每天的这个市场的变化。如果说你觉得跟踪每天1小时的话没有精力没有时间，那说明1小时不适合你，你只能做1小时以上级别的，那你就拉高你的周期去做日线的，对不对？那分析方法是一致的，我分析1小时也是用的这个方法，分析日线、周线、年线都是一样的方法，这就是缠论的那个牛的地方，大小通吃，晓得了吧？大小通吃。好的，我们赶紧的那个总结一下这个标普的一个情况。月线上没有顶 V 型，没有顶 V 型就继续涨；周线上没有顶 V 型，但是呢，现在是在周线这个中枢的离开。如果说出现顶 V 型，该出现回撤了，那么出现顶 V 型之后，我们可以稍微减一减，对吧？没有出现之前就可以继续抱着。然后我们的关注就是这段离开段4103这段离开段的内部，因为虽然说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没有背驰，但是它的内部如果说够饱满的话，它也是可以出现回撤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分析4103上涨日线上5段了。那么第5段又是尾浪了，就是波浪里面又是尾浪了。那么看一下第5段。不是让你往里追、往里冲里面进做多的，上面是有空间，但是已经是第5浪了，你期待从这里再涨个50%或者再涨个多少吗？不太现实吧，对不对？更大的那个概率是回来一次，形成中枢了，然后再往上走。我们现在就是等待它这里什么时候有回撤，有回撤的话，也可以用黄金分割测一下潜在的这些回撤位置，只要不杀得很快。杀得很猛，杀得很快，只要不到0.618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吧？美国现在市场现在整体经济是没有问题的，市场现在你看那个就业的市场就知道了，非常的强劲，对不对？所以说，而且又有美国又有美元这么个大杀器，那么这不是？如果说美国经济都不行了，那全世界的如果说美国市场都不行了，那全世界没有一个市场能行的，我跟你讲。如果说美国市场都不能投资的话，那全世界市场都不能投资。
这一点我可以有点毫不夸张的这么说。所以说，如果说美国老大哥都不行了，那么你赶紧把钱都拿回来吧，其他市场都玩不了。那么在日线上最后一段看一下它的级别，它的结构，两个中枢了。那么现在就观察是不是要继续中枢震荡，它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盘出来9段以上，盘出9段以上的话，这就变成了这个中枢就升级了级别。这个如果说出现9段的话，这个级别就变大了，那么前面这里就变成进入段了，也是可以往上走的。这种选择也可以。刚才我们分析的时候，这种选择没说。我现在就是说，它主观倾向是它这里可能要出现一个有效的一笔回撤，就在日线上出现一个有效的一个回撤。那么在1小时上的话，就是一个最少3段，甚至是5段，或者说是一个盘整或者是趋势，对吧？这是有区别的。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周末复盘到这里了，再见。